参见宗主。本宗要离开几天，找上宗2位太上长老解惑。莫非是那2位快飞升的隐士大能？站住！小夏，乖女儿。娘，村里别的猫都爱吃老鼠，为啥大黄不吃？喂白虎神兽吃死老鼠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当初为了好玩假扮凡人，还找了杂役假扮村邻，没想到真把女儿养成村姑了。大黄比较挑食，不说这个了。娘想给你说门亲事。亲事？娘当初救过一对富家母子，给了金簪作为嫁妆，你嫁过去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。好呀，好呀。终于下山了，再瞒下去，女儿都要渡劫飞升了，我可圆不了。快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适合闭关双修。宗主，您已毒发心脉，撑不到2位大能解毒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宗主，宗主！小郎君，你被毒蛇咬了吗？站住！这里怎么会有村姑？我这儿有解毒糖豆。谁稀罕你的垃圾？还不快滚！传闻1粒万金难求的神凤米，拿错了，这是我昨晚的剩饭。这是能让我等灰飞烟灭的混沌斧。哎呀，砍柴斧，找到了，就是这颗解毒糖豆。大能才可炼制的极品运灵丹。多谢姑娘，敢问令尊贵姓？我爹叫崔浩，我娘叫唐婉，都是庄稼人，你不认识？上宗太上长老，隐士大能。原来她是大能之女。我要去找我未婚夫陆剑，你知道云州在哪儿吗？那个方向。多谢。宗主，云州是我们金元宗的地盘，收徒大会在即，崔姑娘的未婚夫可能也会参加。传令下去，照顾一下那个叫陆剑的。娘，这次金元宗收徒大会可是天大的机缘。不错，我儿若测出灵根，就能成为高高在上的仙人。夫人，这位乡野村姑自称少爷的未婚妻。陆夫人好，我叫崔小夏，这是婚书。崔姑娘，几年前你爹娘从野兽口中救下我们母子，确实有救命之恩。不过那婚约只是一时戏言。夫人什么意思？山鸡配不上凤凰。你们要退婚？陆剑，陆少爷可在？您是金元宗的仙人？什么仙人？陆少爷可莫要折煞我等，我们宗主特意吩咐照顾您。什么？宗主大人看上我，我也要成仙人了。宗主？好像我救的那位郎君好像也叫这名字。村姑，你听到了，我马上就是仙人了，你哪点配得上我？宗主，门下弟子已经找到崔姑娘的未婚夫陆剑，定会多加照拂。陆剑少爷，这位是一个山沟沟来的村姑，仗着一份做不得数的婚约就扑上来，跟恶狗一样。小弟秦林是金元宗的外门弟子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
这怎么好意思？等陆少爷成为宗主亲传弟子，还请多位小弟媚言几句。好说好说。那什么宗主听起来很厉害，应该不是我救的那位吧？崔小夏，你还死皮赖脸不走？既然退婚，你把我娘当年给的嫁妆还来，就是那根金簪。这可是仙家法宝，当初他那个村妇娘眼瞎，当成嫁妆给我，还想要回去。筑基级别的法宝，不愧是宗主点名照顾的人。你爹娘这种下等人能有什么金簪？还不快滚！这是我娘带过的。放手！放手！我的法宝！该死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崔小夏，放开我娘！陆少爷别急，那村姑不过凡夫俗子，只要我用灵力攻击，她立马丧命。那就好，你赶紧出手。小小村姑也敢抢陆夫人的法宝，拿命来！你们怎么坐地上？你刚才竟能使出如此恐怖的灵力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灵力？开什么玩笑？她就是个普通村姑，肯定是触发了法宝防御。什么？号角响，金元宗开始收徒了。那金簪，放心吧，我师父正是负责测灵根的外门长老，有筑基后期修为，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他。太好了，那怎么把他弄过去？整个云州到处都有宗主设下的传送阵，看我的！你怎么不受影响？原来世上真的有仙法。师父，哎呀呀，这位就是宗主下令照顾的陆少爷吧？果真一表人才。长老过奖。师父，这村姑故意跟我们金元宗对着干。什么？陆少爷放心，我先让那村姑跪上3天3夜，出口恶气，再让她乖乖交上金簪。各位求仙者，本长老便是负责此次收徒大会测灵根的仙人。拜见仙人！大胆村姑，你为何不跪？我又不求仙，为什么跪？再说了，他不也没跪吗？崔小夏，我可是宗主看好的天骄，而你不过山里的蝼蚁，也配和我相提并论？我娘说过，随便给人下跪，那人会死啊！王旺，高阶修士给低阶修士下跪，若差距过大，确实能制造天谴。但你一小小凡人也敢大言不惭？我，一起跪下，看本长老和陆少爷承不承受得起？为何我心口激动，总感觉有大难降临？你们别不信，我以前跪死好几只鸡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把陆少爷跟鸡相提并论？哼！本座余毒已清，想必崔姑娘也到云州了。还好您下令让门下弟子照顾她的未婚夫，应该不会有人敢对她不敬。唉，上宗太上长老啊，抬手便能灭掉我们宗。崔姑娘可是他们的女儿，也不知是何等修为。本座也看不透。什么？您可是元婴强者，那她岂不是？以他的修为，甚至不需出手，哪怕轻轻一跪，就能凭天谴让人暴毙。恐怖如斯！走吧，本少。村姑，还在犹豫什么？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我娘真说我能跪死人。崔小夏，你娘不过一介村妇，你爹就是个樵夫，装什么呢？陆少爷慧眼如炬，不愧是宗主点名照顾。村姑，还不快跪！跪！您当然在骗我，可惜没唬住他们。为何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陆少爷，村姑，你不是说你能跪死人？你看本长老可出事！师父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巧，你看，
我真没撒谎吧？秦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仙人只是最近急于修炼，气血不畅而已，跟你这蝼蚁有何关系？师傅何必跟村姑计较？时辰不早，该测灵根了。说的有理，正是要紧。陆少爷，您第一个测吧。哼，晚点再收拾你。这便是测灵珠，测灵珠能显现5种颜色，分别对应5行灵根，灵根越多，光芒越盛，则仙途越长远。普通人能感应到1种灵根，便是万里挑一。这金木火3灵根，100年难遇。我有3灵根，你有机会修到金丹期，延寿1500载，不愧是宗主点名照顾的人。少爷，等宗主回来，收您做亲传弟子，可别忘了提点我等。崔小夏，像你这种村姑，这辈子测不出灵根，100年后我依然是天之骄子，而你只会变成老太婆，生老病死。万一我不比你差呢？爹给我看仙人画本的时候，还吹牛说我天赋奇高呢。就你，有灵根的人万里挑一，就算有，也顶多是个单一的废灵根。这村姑在做春秋大梦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本小姐也来测灵根，没迟到吧？他是谁？这位可了不得，他是詹长老的徒孙。丹长老又是谁？那可是内门长老，宗主的心腹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哦，丹长老，这丹长老听起来好厉害。丹长老，本座已经下令照顾崔姑娘的未婚夫，为何还是感觉不妙？放心吧，宗主，谁敢欺负那祖宗？你就是宗主特意关照的陆剑，奴家金玲玲见过陆哥哥。快请起。这位崔姑娘，奴家也有所耳闻，想必就是陆哥哥的未婚妻。前未婚妻，我们已经退婚了。算你识相，知道自己配不上我。金妹妹，来这边。好。天哪，又是100年难遇的3灵根。陆哥哥，你我同为3灵根，不如结为道侣？本小姐早就开始修炼了，特意来偶遇，跟了你就能傍上宗主。呵呵，好啊。也不知崔姐姐是什么灵根？她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还一个老鼠生的下等人，这辈子不可能有仙缘。喂，我爸妈还救了你呢，你说这话？怎么，你不会以为自己有灵根吧？这村姑还在做白日梦。万一我有呢？那你测出灵根，我是你孙子。糟糕，要丢脸了。崔姐姐测呀。错。测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级别？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反应。万年难遇的混沌5灵根。我有灵根。据说上宗那些渡劫飞升的大能们都是5灵根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刚才我看到6种颜色。啊，不会吧？6种颜色？你肯定看错了，世上只有5种灵根。崔姑娘，之前都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。没关系，你和那个孙子离远点就好。你骂谁孙子啊？秦长老，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？陆少爷，崔姑娘如此天赋，
定能被宗主收为关门弟子。日后你们同为师兄妹，要不和下？看来我有大树可以靠了。不行，宗主明明看中我，怎么能被这个村姑抢走一切？秦长老，若你能把他的灵根挖给我，我就向宗主大人进言，提拔你做内门长老。什么？挖灵根？啊！挖灵根？别听他的啊！我也能向那什么宗主进言，让你当单长老那样的人物。这贱人，要是让这村姑得势，还有我的份吗？秦长老，陆哥哥能被宗主特别照顾，肯定不只因为灵根。你说宗主会听陆哥哥的，还是崔姑娘的？喂，这宗主要是我救的那人该多好。对，说不定宗主还愿意亲自帮我挖灵根。好，希望陆少爷信守承诺。别过来啊！崔小夏，天赋高又怎样？你现在只是一个没开始修炼的村姑。她身上还藏着陆夫人的金簪，是个法宝。这明明是我的嫁妆。区筑基初期的法宝，本长老可是筑基后期，对付你最多一招。快动手，夺回法宝，挖他灵根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啊！我怎么躲得这么轻松啊？他怎么这么快？师父，废物，连个村妇都打不过。他是宗主照顾的人，我忍。不对，不对，也不像个普通村民。蠢货，难怪这么多年还是个外门长老。他爹娘就是个砍柴挑粪的下等，他不是普村姑是什么？区凡人竟敢对本仙人又打又骂！师父别，他是宗主照顾的人。陆少爷说的是，哼，你们还没看明白吗？崔姑娘手里那根金簪根本不是什么筑基法宝，恐怕是金丹级别的。什么？原来金簪这么厉害，难怪陆姐非要霸占我的嫁妆。崔小夏，你不是最想嫁给我吗？把金簪给我，我许你做妾。别乱动啊！这可是仙人法宝。崔小夏，我让你做贵妾还不行吗？正妻，正妻！谁稀罕？当初我爹娘好心救你，你不也恩将仇报？等我交出金簪，恐怕你下一秒就要挖我的灵根。陆哥哥，既然他不领情，不如等宗主他老人家回来为你做主。哦，宗主可是元婴强者，对付一个金丹法宝还不简单。不会吧，七妹妹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别说宗主，我师祖丹长老也是金丹期，轻易便能对付他。怎么了？我徒孙说有人抢了陆剑的法宝。什么？敢欺负崔姑娘的未婚夫？谁这么大胆，也不怕崔姑娘让他魂飞魄散？做梦就是。走。等陆剑的靠山来了，我这弱女子怎么跑得掉？看，大鸟！站住！想跑？
废物，还不起来！小心我让宗主废掉你的职位！是。你不怕这啥法宝了？哈！等宗主大人来了，你的金簪法宝绝顶灵根都是我的！哪里用得着宗主出手？我师祖丹长老一只手就能收服他。崔姐姐，谁教你不领情呢？吃小丸。崔小夏，怪只怪你是个低贱的村姑。哼！宗主和丹长老来了。宗主大人，听说您特意让人照顾我，我就是陆剑啊。这个村姑抢了我的法宝不说，还把秦长老打成重伤。宗主、师祖，你要为陆哥哥做主啊！把这贱人的灵根挖出来！谁敢欺负？原来是你们啊！崔姑娘，祖宗，没想到他们说的人是您。师祖，您怎么向他下跪？是啊，他就是个村姑，抢我法宝不说，还打伤门内长老。哼！又在颠倒黑白。师祖，您都不知道，这女人偷盗成性，心思歹毒。您这是做什么？孽庄，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那可是上宗太上长老之女，不提她爹妈抬手便能灭了我们宗，就连崔小家本人的修为也深不可测。崔姑娘，是本座的救命恩人。对啊，什么？宗主大人，您不是特意下令照顾我吗？怎么跟崔小夏扯上关系？本座听崔姑娘说你是她的未婚夫，所以才多加关照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明明是你看中我，我竟然一门心思傍上一个凤凰男。所以，我们讨好错了人，还往死里得罪宗主真正在意的人。低贱的凡人，方才敢对本仙人又打又骂，你要干什么？徒弟，揍他！怎么可能？宗主大人照顾我，竟然是因为这个村姑。原来你是金元宗的宗主，早说啊，害我担惊受怕。抱歉。既然你是仙人头头，应该很厉害才对，怎么会中普通蛇毒？靠我的糖豆救命呢？这崔姑娘这是演上了。宗主明明中了最恐怖的魔毒，你那所谓糖豆也是活死人肉白骨的极品运灵丹啊！崔姑娘，都怪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原谅我们吧。哼，我差点被你们害死。金元宗没有眼高手低的弟子，削去你外门长老一职，下去领100鞭。100鞭，要我大半条命啊！小夏，之前都怪他们没说清楚，拆散了我们这对有情人。谁跟你有情人？我们有婚约啊！没想到你是宗主的救命恩人，跟我简直天作之合。不如我们现在就成婚。拖下去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这蝼蚁，我也不会得罪崔姑娘，更不会被罚。放开！我是仙人，我是宗主都要照顾的三灵根。哼，快放开我！多谢宗主。崔姑娘，请移步。好。崔姑娘，
这力道可还合适？合适，合适。尝尝这颗仙灵果啊！哼，宗主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真不喜欢被这么伺候。你是贵客，这蠢货应该向你赔罪。是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赵宗主，别来无恙啊！张执事怎么有空来我金元宗？他是谁？他是上宗归元门的执事，一直想将我们金元宗据为己有，还好打不过宗主。哇，崔姑娘父母不就是上宗的太上长老吗？他为何如此惊讶？哼！赵宗主，我这次来特意发起挑战书，若你们输了，就乖乖交出金元宗。元婴强者又怎样？听说你刚解完毒，还需休养1个月才能恢复修为。好啊，宗主不可，他在趁人之危。原来你们金元宗都是一群怂货！本座接下挑战，但如果你们输了，就让出你名下所有领主。宗主，不愧是仙人头头，有实力。本座暂时没有修为又如何？崔姑娘可是本座都看不透的大脑，这局必输。好，既然你不自量力，我便让弟子代为比试。公平起见，可不能用任何法宝。这人看不清修为，恐怕修炼了隐藏修为的功法。瞧这年龄跟我差不多，应该还在练气期。让我来试试。哈哈哈哈哈！金元宗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练气期的奶娃娃上！得意什么？你弟子不也是个藏头露尾的垃圾？哼，徒弟，给他点教训。好快的速度！这人至少有筑基期修为，并且专门练了鬼步。什么？崔姑娘，你怎么看？我？怎么感觉比蜗牛还慢？哎，定是仙人，每一步都深思熟虑。我没看懂。崔姐姐不是村姑吗？就算救了宗主，也还是个没修炼的凡人吧？竟然评价起筑基仙人来了！胡闹！你孽障，怎么说话？金元宗就这点实力，笑死人了！连我徒弟3招都没跌过，还有谁敢上？哼！崔柏林，崔姑娘，你可愿上场？我不行的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对啊，宗主，崔姑娘灵根虽好，却从没修炼过，让她上场不是送死吗？崔姐姐到底是村里长大的，可别不自量力。金玲玲，还敢对她不敬？师祖，怎么我徒弟还没使出全力，你们就自己内讧了？还有没有人敢上？我也是筑基仙人，若非为了讨好陆剑，才不会跑去蹭软根。如果能直接得宗主亲引，我来。胡闹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不是对手。难道崔姐姐这个凡人村姑是吗？
这就是筑基期的对决吗？果然惊心动魄。金师姐稳占上风。怎么叫小孩过家家？而且感觉那男人还隐藏了实力，要赢啊！啊，一定是我没看懂背后的深意。崔姐姐只是一个村姑，不懂还是不要瞎评价的好，会显得愚蠢。他的确不止筑基。怎么可能？那人看起来已经用尽全力了。快看，金师姐马上就要赢了！崔姐姐，现在你知道仙人和凡人的差距了吗？可我还是感觉他在隐藏实力呀。这时候踢他左腿比较好吧？这凡人是谁？怎么知道我徒弟左腿有伤？都说了，不懂别瞎指。徒儿，展露真正实力。不好，是金丹期。他竟然真的隐藏实力，还是金丹级别的高手，太可怕了！我刚才居然和金丹真人对决，差点命丧当场。张执事倒是有趣，你这徒弟都快和你修为相当了。哈哈哈哈，那又如何？现在你们宗门只有丹长老是金丹期，他一把老骨头还是个初期，如何斗得过我徒弟？宗主大人可是元婴高手，区区金丹不值一提。哇，宗主果然厉害。本座修为暂无，但崔姑娘修为高深，对付他们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死老子了！你都不能不知道你们宗主的情况。还有无人出战？一群怂菜，如果没人出战，这偌大的金元宗就归本执事所有了。你们都给我当仙奴去！罢了，让老夫来会一会他。师祖，一个老不死的跟小辈比试，嫌丢人。哼，收同境界的道友充当徒弟，来跟我们金元宗真正的小辈比试，你不也没嫌丢人？哼，徒儿，给我狠狠地折磨他！丹长老，师祖，攻他左腿。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。你不知道仙人斗法，一眨眼的分神都会导致败局吗？崔姑娘，为何攻他左腿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小时候家里斗鸡，我总是一眼看出破绽。这场对决天地都为之失色，竟被比作村头斗鸡。哎呀，我寻思太像了，忘了他们是仙人呢。崔姑娘说的斗鸡，莫非只是龙凤之争？
攻他左腿。他果然左腿有伤，赢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左腿明显不协调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原来仙人打架也和斗居差不多。连村姑都能明显看出，我堂堂仙人却觉得毫无破绽。难道我真的很弱？崔姑娘眼神真好，一时腿伤罢了。哼，废物！浪费为师一颗神药，吃了此药，腿伤便能痊愈。区区金丹出息的老不死，还不配本执事亲自出手。去！接着，不用见。丹长老，师祖，这就是你们的金丹长老，一群废物，都是我徒弟的手下败将。徒弟，弄死他！太过分了！我们普通人还知道点到为止，你自诩仙人，竟然虐待老人家！我没听错，村姑也敢跟本执事较劲？晋元宗没人了吗？我们宗门有的是高手。你徒弟撑不过一招。哦，赵宗主现在根本无法比试，还能有谁？难道崔姑娘终于要出手了？太好了，崔姑娘修人之高，轻易便能碾压这俩杂碎。宗主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给这两位仙人一点小小的震撼。你让本座出手？对呀，对呀，我刚才都听到了，他们打不过你。宗主大人可是元婴高手，区区金丹不值一提。你们还不知道吗？赵宗主最近刚解完毒，还需1个月才能恢复修为。什么？他说的没错。那丹长老岂不是要被打死？何止！刚才宗主大人接下赌约，输了整个宗门都要拱手让人。崔姑娘愿意出手吗？我？如果你出手相助，本座可奉上副宗主之位。崔姐姐不过低贱的下等人，哪有能力当副宗主？有你说话的份。宗主大人，就算崔姑娘救过你，但丝毫没有修为啊，上去不是送死吗？崔姑娘意下如何？我？不行不行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看来金元宗只剩下歪瓜裂枣了。徒弟，解决掉那个糟老头，这些人统统都会变成我们的仙奴。等等，宗主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还请崔姑娘出手。真是疯了，
让他出手。他为什么一直让我跟仙人比试？难道……我知道了，宗主一定早就恢复修为，但不想被人知道，所以借我这个普通人掩人耳目。你终于愿意？放心，此战我崔小夏必胜。哟，我没看错吧？金元宗真的派出一个普通人？这村姑我连修为都看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蠢货，那是因为他的修为远在你之上。等等，你是一开始就说过，不能用任何法宝。不用法宝我也能胜。大言不惭！再付出半招，我徒弟就送你去见阎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村姑连剑都拔不出，可别吓尿了。崔姐姐怎么如此丢人现眼？宗主，我不行，要不还是你自己来。你尽管使出全力。徒弟，太可怕了！堂堂金丹真人竟被拍的纸片一样薄。原来他这么恐怖，我之前竟然一直得罪他。此等实力，崔姑娘莫非是洞虚期？宗主果然偷偷出手了。我徒弟怎么可能被村姑打死？说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村姑。呸！说不说？不说我把你脑袋砸下来！张执事好大的口气！赵宗主，我徒弟在你们宗门死了，如果你不给个交代，我会将此事上告窥元门。好不要脸！明明是你们自己上门挑战，那又怎样？村姑怎么可能杀掉我徒弟？你们作弊！哦，既然张执事不服，不如亲自和崔姑娘比试一番。还来啊？不对劲，这村姑能打死我徒弟，莫非赵宗主恢复元婴实为了？我不跟你们计较。张执事，愿赌服输，你名下的那几条灵矿归我了。给，算你走运。可算走了。啊，可算走了。你干什么？崔姑娘，您既然如此厉害，之前何必演什么村姑啊？我没演啊，对不起。孽障，你屡次冒犯崔姑娘，回去面壁思过100年。是。这是副宗主的身份玉佩，还请收下。使不得，又不是我打败那位仙人的。不，你实至名归，能遇到崔姑娘，本座何其有幸。哎，这是正宗主的身份玉佩，好像哪里不对，像一对倒履玉佩。宗主，张执事是上宗的人，背后有位元婴后期的护法，他不会搬救兵吧？小小护法不过是上宗的一条看门狗。崔小姐双亲可是上宗地位崇高的太上长老，她怎敢冒犯？哪里来的猪头？你不是金元宗的仙人，求您为小人做主啊！去，本执事没兴趣管凡人的破事儿。仙人，金元宗主横行霸道，为了一个村姑殴打我。宗主村姑，你仔细说说。好，对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你刚才说那村姑有混沌武灵根？对，哈哈哈哈！万年难遇的混沌武灵根，传说能修到渡劫飞升。我要告诉护法。护法大人，你说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虽是元婴后期，却快要寿终正寝。如果能夺舍那村姑，用混沌武灵根重新修炼，
咱们当宗主的平时这么闲吗？宗内杂事自有人调理，只有他们拿不定主意的。宗主，上宗来信，王少护法邀请您与崔小姐上门做客，说是要道歉。道歉？恐怕是鸿门宴。那什么护法好厉害吧？看门狗罢了。有崔姑娘在，本座怕甚？走。我怕啊，得把保命的藏好。这条路好熟悉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不是我回家的方向吗？前面是上宗归元门，灵尊便是本中两位大名鼎鼎的太上长老。哦，原来我们村在仙人附近。唉，我爹砍了这么多年柴都不知道。护法大人，就是他们。这村姑怎么有些眼熟？赵宗主，崔姑娘，快请坐。王护法，邀我二人来此，有何要事？我手下的执事之前鬼迷心窍，这不，本护法带他赔个不是。来，喝茶。这可是极其稀有的灵茶，好香啊！喝吧，里面的毒比你之前的中的魔毒还要强100倍，喝下立马肠穿肚烂。只需一滴，本护法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夺舍你的混沌武灵根。慢着，护法大人亲自道歉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赵宗主什么意思？本座只是不解，这上好的天山灵茶，传闻一杯能炒到天价，护法怎么舍得给我们喝？自然是为张执事之前的事道歉。哼，道歉本座已经收到。这茶太贵，还是护法自己品。赵宗主何须妄言？你品。够了！你敢不给护法大人面子？怎么？这就是你们道歉的态度？赵宗主，今天这茶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王护法，若本座所料不错，这茶里放了剧毒，连本座这等元婴修为都能一杯放倒吗？有毒？我怎么没感觉？既然你发现了，哼，本护法也就不瞒了。对付你需要一杯，对付那个毫无修为的村姑，一滴足矣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连元婴强者都扛不住的问题，你竟然毫发无伤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就是个普通人啊。护法大人，会不会是这灵茶减缓了剧毒，需要再饮一杯才起效？有道理。赵宗宗主、崔姑娘，方才跟你们开个玩笑，吓着了吧？王护法莫非以为本座很好愚弄？方才真是玩笑话，你看我也喝了。对啊，要是有毒，我怎么没事？这茶好香，还有吗？看来崔姑娘修为太过高深，这点问题对她来说就是挠痒痒。也罢，天山灵茶极其昂贵，既然她喜欢这个味道，等把这里的茶喝完，本座再想办法买些。谢谢。还有吗？护法大人，这茶金贵，能抵您大半家产，真的要泡吗？让你泡就泡。你已经倾家荡产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，只要夺舍这村姑的混沌武灵根。崔姑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喝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难道这毒是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你是蠢货吗？护法大气，请我们喝了这么多灵茶，最后2杯还是留给2位。既然如此，这歉也道了，茶也喝了，我们也该告辞。站住！难道仙人还要留饭吗？对，你要我再留下吃点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去，多放点毒，放在菜里可不是无色无。管他有味无味，这回他不吃也得吃。鸡腿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
有。原来是个吃货。蠢货，你果然用了假毒药，浪费本护法那么多灵茶。我也没想到。这茶你们喝不喝？不喝的话，这是我的。如此珍贵的灵茶，既然没毒，可不能再便宜村姑。解药，解药！我去，解药，解药！蠢货！王护法张执事，看来你们果真下毒。下毒？我吃了这么多，怎么一点事儿没有啊？放屁！明明是你耍我们，你早就知道有毒，并且提前吃了解药，不然他怎么没事？原来宗主提前给我解药了。不错，恐怕这就是你做的局，诱骗我二人吃下毒茶。如果我先中毒，根本打不过你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，归元门有你们这样的败类，也算耻辱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金元宗不过弹丸大小，也敢妄议天下第一上宗？是吗？那你一小小护法，不过看门的小狗，也敢代表归元门？宗主口才也这么好。村姑，之前本长老给你下毒，只因为你是赵宗主的人。如果你愿意改换门庭，本护府者可饶你不死。什么意思啊？听说你有混沌武灵根，有资格做本护法的徒弟。原来今天这场鸿门宴的目的是夺舍崔姑娘的灵根。你脑子被门夹了吗？护法大人乃元婴后期的强者，你们宗主才中期。你们才傻吧？一边给我下毒，一边收我做徒弟，还要求我谢恩，这就是狗的思维吗？村姑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乖乖拜师，这张金刚符送你做见面礼。这能抵元婴强者全力一击的金刚符，外界抢破脑袋都抢不到。假的，他们好过分，竟然拿我平时用的厕纸骗我拜师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就是我家平时用的厕纸呀，我有好多。难道崔姑娘说的是每次修炼时奢侈的将空气中不纯的灵气排出？护法大人何必跟他计较？只有污秽的凡人才需要如厕，这村姑恐怕连符箓是什么都不懂。不劳二位操心，本座的宝库都是崔姑娘的。你能花49年为她炼制一张元婴期的金刚符吗？这可是无价之宝，你真不打算拜我为师吗？等你当我徒弟，我有的是办法夺舍。不要再送我厕纸了。如果你上茅厕缺纸，我这有很多。这怎么可能？假的吧？不，这笔锋起处如同出鞘的剑，收拾的地方却化作游丝，是货真价实的金刚符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什么金刚符？这就是我爹画着玩的，说用这个如厕更舒服。你爹？不对，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眼熟了？王护法果然眼神不好，归元门的狗竟然不认识自家太上长老的女儿。王护法果然眼神不好，归元门的狗竟然不认识自家太上长老的女儿。你没发现崔姑娘姓崔，太上长老也姓崔吗？护法大人，你听听他说什么？这村姑是太上长老的女儿。我们归元门的太上长老是世上仅有的2位渡劫大能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碰瓷。哦，那你再仔细看看崔姑娘的眉眼。小人王涛拜见太上长老。抬起头来，看着有几分顺眼，去做个看门的护法吧。多谢长老。爹娘，小夏呀，爹要去种地了。那你们早点回来哦。别看了，这村姑要是太上长老的掌上明珠，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球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难道他真的是？宗主撒这个谎，难道是为了唬住他们好跑路？不错，我就是。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我路过一个村庄，
有位全家被害的村妇跪求本护法做主，瞧着倒是与你有几分相似。护法大人怕是不知道，这村姑一家都是凡人，遇见个天灾人祸，说不定比那位村妇还惨。就你这天生下贱命，还敢碰瓷太上长老？既然二位不信，本座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站住！护法大人叫你们站住，没听到吗？看来今日不战是不行了。本座修为尚未恢复，还好在崔姑娘面前，这二人不过蝼蚁。大哥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我。他这么自信，想必修为已经恢复了。我若与他大战一场，那村民的灵根肯定也会被旁人知晓。本护法又不是不让你们走，只不过这村姑喝了我这么多灵茶，害得我倾家荡产，不该赔偿吗？害得我倾家荡产，不该赔偿吗？不要脸！明明是你自己下毒害人，还能倒打一耙。下毒？你可有中毒？就是喝了这么多灵茶，要么你拿等价的法宝来赔，要么你就乖乖留下，当护法大人的徒弟。崔姑娘，何必跟无赖废话？你直接动手吧。大哥，你让我一个普通人动手？莫非你还想玩？本座明白了。不是。放心，我都懂。瞧，这就是你一心追随的人。关你什么事？村姑还不赔偿？哼，这等灵茶你肯定赔不起，到时候乖乖当本怒法的徒弟，让我夺舍你的逆天灵脉。还好把金簪法宝藏起来了。我只有这个，你要不要？这是混沌开天斧，触碰便让仙尊灰飞烟灭的至宝，他竟随身携带。据闻太上长老手里有一把名叫混沌斧的神器，不过砍柴斧，哈哈哈哈！这村姑竟然随身携带这种破烂！这是我爹吃饭的家伙，我可宝贝了。一把破斧头能抵得过法宝？你在侮辱本护法吗？反正我没有法宝，你们爱要不要？张执事，去把他的破烂扔了。是。村姑，破铜烂铁也敢拿来充数？我去，仙人不必行此大抵。废物，都金丹真人了，连把凡人的斧头都拿不稳。护法大人，这东西有古怪。还找借口，养你干什么吃的？还不捡起来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把斧头比山还重，我根本捡不起来。这位仙人，你也太离谱了！这把砍柴斧我爹天天用，现在我也天天背着，要是比山还重，我不得早被压死了。张执事，你一再弄虚作假，莫非暗地里投靠了别人？我没有。那你还不捡起来，把这破烂丢了？好。我的脚被压扁了！有这么重吗？你这演的也太夸张了吧！废物，不就是村姑的破烂，你怎么如此丢人？护法大人，这把斧头真的有古怪，不信您亲自试试。能？本护法乃元婴强者，会拿不中区区一把砍柴斧。
喏，本护法乃元婴强者，会拿不中区区一把砍柴斧。拿来！你不会也像他一样演戏，然后又来个栽赃，让我把自己赔给你吧？有可能。哼，本护法是那种无耻之徒吗？你之前用厕纸骗我拜师，让我陪你下毒的灵茶，难道还不够无耻？你且放手！今日要是本护法提不动这把破斧头，就叫你一声奶奶！这可是你说的。不错，护法大人可是元婴后期，这斧头对他来说轻如鸿毛。放手！你不是说很轻，要提不动叫我奶奶吗？怎么这么重？这不是一把凡人斧头吗？难道还是什么神器不成？好啊，你果然也演戏，是不是想讹我？护法大人，怎么连你也拿不动？我堂堂元婴强者，要是提不动一把破烂，可丢死人了！谁在演戏？谁拿不动？这把斧头轻得很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这不像啊。护法大人，你的手怎么在抖？蠢货，本护法何时抖了？你看，这不是轻轻松松？是吗？那请王护法把斧头丢到门外。哎呀，你怎么也给我行此大礼？护法大人，您趴得如此狼狈，长村娃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糊涂啊！黄毛丫头，你做了什么手脚？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你说什么？王护法刚刚还说提不动这把斧头，就称呼崔姑娘奶奶。护法大人，您确实说过这话。哎呦，这把斧头有问题。我猜赵宗主在上面施了法，特意戏耍我等。宗主施了法？难道他们没有演戏？嘿嘿嘿，原来如此，真阴险呐！王护法的脑子果然比狗聪明，竟然连这么复杂的原因都能猜出。什么意思？你从来没想过，它本身就是一把神器吗？不可能！村姑怎么可能有神器？而且斧头样式的神器只有那一个。太上长老的混沌斧。宗主也太能扯了，这明明是我爹的砍柴斧啊！不可能！又想耍我们，这定然是你施加的仙术。你只是元婴中期，施的仙术如何能斗过我？我这就毁掉它！请。蠢货，必遭反噬，10条命都不够造的。护法大人，我来扶起他，你来施法。啊，你真让他毁掉啊？这可是你施了法的。本座何时？别嘴硬了，护法大人马上就能让你知道元婴后期的实力。看好了，破！刚才怎么回事？感觉灵魂都快被劈散了。赵宗主，没想到你的仙术已经强悍至此。你真不觉得它就是神器混沌斧？绝无可能，混沌斧可是太上长老的神器。等本护法破了这把斧头，打败你，这村姑就逃不掉了。不是，你为啥一定要收我做徒弟？这还看不出来？崔姑娘，她要的是你的逆天资质。既然你已经发现，我就不瞒什么了。本护法就是要夺舍你的混沌武灵根！什么？宗主救我！
刚才本护法才使出1/1000的灵力，现在我要全力攻击！太可怕了！张之师，我的修为怎么全烧没了？这根本不是普通斧头，你不过元婴中期，不可能让它有如此威力。本座早就说过，它是神器混沌斧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混沌斧明明在太上长老手中。还好我爹的砍柴斧没啥事儿。你爹？莫非你真的是？本座早就说过，崔姑娘姓崔，太上长老也姓崔。宗主怎么回事？一直宣称我爹是什么太上长老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觊觎你，我真不知道你是哪位的千金啊！原来宗主让我冒充别人，是为了爽。不错，我就是太上长老之女崔小夏是也。你终于亲口承认了。我懂，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奶奶，你别抖，这要是拿不稳，我小命可就交代了。你刚才不是下毒吗？不是要夺舍我的灵根吗？怎么不嚣张了？干什么？小心我关门放宗主！崔姑娘，小人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杀我！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吓尿了？不至于吧？崔姑娘，需不需要本座替你解决掉他？不用吧，我还没主动杀过人呢。反正他都没有修为了，以前被他欺负过的人肯定都想报复一下。好。走，我家就在附近，我带你去找我爹娘。夫君，闭关疏修这些天，我感觉飞升节快到了。我们心愿未往，还需要和女儿道别。飞升后也不知道多久才能见到小夏。以他的逆天资质，短短20年就已经和我们一样渡劫期，飞升不过晚几年的。也对，等等，他还在还不知道吧？都怪你，当初演什么村夫？那你为了逼真，还找杂役假扮村邻伺候他呢。小辈周荣拜见两位太上长老。你是这一届的归元门门主？正是小辈，我发现闭关结界松动，才赐2位长老出关，不想果真如此。这是？此乃护山大阵，启动它就能灭杀渡劫期以下的任何敌人。此等神物交给小辈，莫非2位要离开归元门？不错，我们要外出寻找女儿。去哪儿找？闭关前好像让小夏去云州找未婚夫了，也许去云州，也可能是别的地方。你回去吧。等等，不如小辈也一起寻找。爹娘，我回来啦！向归元门全体弟子发布号令，务必找到太上长老的千金。是，门主。那位千金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和太上长老一样姓崔。明白了。门主有令。
门主有令，务必找到太上长老的千金崔小姐。是。你是？本小姐崔如烟是太上长老之女。什么？幸好崔小姐真名一直保密，我也模仿她做了万全准备。你可有凭证？看好了，这便是我爹的混沌符。我曾远远见过太上长老使用这把神器，确实长这样。当时他将天都劈成2半，何等壮阔！奇怪，怎么感觉这把混沌符毫无灵力波动？知道就好，这下能证明我的身份了吧？拜见崔小姐。去，给本小姐趴着！宗主，我爹娘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要不下次带你来吧？没关系。走，回宗。抱歉。是哪个贱人，竟敢弄脏本小姐的衣服？他怎么有点眼熟？要不然我陪你。赔？你赔得起吗？那你说咋办？趴在那里，让本小姐干干净净的踩过去，我就原谅你。趴在那里，让本小姐干干净净的踩过去，我就原谅你。这位小姐，如果你天生不会说人话，本座可以帮你把舌头割掉。好贱的男人！本小姐崔如烟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我们走吧。站住！你听不见我说话吗？你听到有人说话吗？本座也是，本座只听到狗吠。你们知不知道本小姐是谁？你竟敢为了一个村姑骂我！崔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门主，这个村姑弄脏了我的衣服，她身边的男人还骂我是狗。什么？阁下何方神圣，敢在归元门撒野？嗨，他的眉眼怎么和太上长老如此相似？你是归元门门主，在下金元宗赵学真。原来是那个小宗门的宗主。管你什么宗，这村姑冲撞了本小姐，不去那滩污水里跪下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看宽有自归元门后，能比崔姑娘这位太上长老的还高。听好了，这位就是太上长老之女崔如烟。你说她是太上长老的千金？完了完了，之前宗主让我假扮人家，现在碰到正主了。不错。喂，收敛点儿。你笑什么？在本门主面前还敢如此放肆，当真活得不耐烦了。来人！太上长老的千金怎么这么尖酸？得罪了，上！慢着，
本小姐的身份后悔了？只要你亲自收拾那个村姑，一切还不算晚。何事？干啥呀？这位崔小夏崔姑娘，才是货真价实时的太上长老之女。那个冒牌货究竟从哪儿来冒出来的？你胡说！我才是太上长老之女，她是假货。哦，你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？让我冒充正主，还让正主自证清白。够了！不是你们区他不说，还歹毒冒充，简直罪大恶极。可曾向太上长老亲自求证过？哼！你以为我不敢？本门主这就让人传信。完了！你们赶紧把信送去云州，快！云州？我那个白眼狼和金元宗所在的地方。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！崔小姐，这位冒牌货，莫非怕被发现身份？不对，太上长老在必死关，有生之年绝不可能出来，更不可能在云州，门主肯定白跑一趟。当然不是，这信你随便送。我就说嘛，赵宗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敢污蔑崔小姐？门主着什么急？崔小姐既然是太上长老之女，自然知道这些。该死，我伺候过崔小姐没错，但对太上长老只知道一点传言啊。崔小姐，告诉她，让她看看什么叫跳梁小丑。我家院外有一棵大桃树，我爹娘仙龄45000岁，哇，不愧是太上长老，活这么久。我爹娘都是渡劫期，当今世上最强的2位大能。不错。这些外界能打听到。崔姑娘，你来说点不一样的。啊？大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爹娘今年45岁，砍柴种地为生。砍柴种地，你果然是个村姑。哼，赵宗主，这就是你说的太上长老之女。崔姑娘，这时候就别藏了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爹叫崔浩，我娘叫唐婉，是再普通不过的。等等，太上长老的具体名讳，只有极少数身边人知道，你如何得知？什么？莫非你？不对啊，我爹娘明明是普通人，为啥和2位太上长老都同名？门主，这还不能说明他是假货。你血口喷人！一定是你告诉这个村姑的，好让他冒充我。门主，你相信我。我自然信。你们2人栽赃陷害，真当本门主是傻子吗？怎么？区元婴期的宗主和一个村巫，竟敢屡次诬陷崔小姐，杀了他们！住手！王护法，拜见崔姑娘。起来吧。你这是？门主，你怎么敢对崔姑娘下手？她可是太上长老之女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，这下真解释不清了。怎么都被这村姑忽悠？本小姐才是太上长老之女，连修为都没有，哪有本小姐的高贵气质？真笨！这王护法，你何时这般蠢笨了？不是，我之前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对他多有冒犯，结果现在一身修为全没了。什么？我看看丹田，果然没了。好你个家伙，心思如此歹毒，不仅冒犯崔小姐，还敢欺负本门主的狗！
喂喂，他先下毒，还要夺舍我，还个手，不过分吧？还敢胡说！我归元门的人一向光明磊落。门主，他真不是假的，他有太上长老的混沌符。崔小姐，麻烦你将之前给我看的神器拿出来。不对，你的斧头怎么和我一样啊？就是这个。为何有2把混沌符？听这意思，太上长老的混沌符也和我爹的砍柴斧一个样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既然你这么确定，不如比试一番。堂堂神器，应当不会被一件凡物毁掉吧？宗主真是飘了，拿砍柴斧跟神器比试。他那把斧头谁知道有什么仙法加持？我这只是普通斧头。崔小姐，你为什么不敢比试？怎么，连你也怀疑我？我要回去告诉我爹。小辈不敢，只是……听着，你只是我爹娘养的一条狗，再敢忤逆本小姐，我就让爹换一个门主。是。本小姐不和你比，是怕脏了我爹的神器，我自有别的办法证明身份。什么办法？门主可有测灵石？有，2位太上长老都是资质绝伦的混沌武灵根，他们的千金自然不可能差。我这就让你看看山鸡和凤凰的区别。混沌武灵根，我不就是吗？怎么样，敢不敢测？他怕是不敢。崔小姐得太上长老真传，反观这村姑，能有个最废的单灵根，就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我怎么自己打自己，好像祖宗在抽我？哼，那这位得真传的崔小姐，你先测。武灵根，不愧是太上长老之女，资质如此逆天。不过光芒怎么这么微弱？还好我提前喝了药，虽然很伤根基，好在暂时遮掩了废柴单灵根。武灵根长这样吗？贱人，事实都摆到眼前了，你还怎么狡辩？不如我也测一个。不必丢脸了，你赶紧跪下恕罪，还能留个全尸。这怎么可能？如此强悍的武灵根，这得多逆天！那些大能数万年渡劫飞升，崔姑娘恐怕几千年就可以。我之前竟敢夺舍她，现在还活着。不对，你们看，测灵石显现6种颜色，这石上有6灵根吗？我有6种。天哪！不对，刚才我看到6种颜色。你肯定看错了，世上只有5种灵根。原来没看错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姑，你肯定喝了药，造假也不造得像点，6灵根。确实有一种邪药，能短暂遮盖灵根，只不过除了彻底损伤根基，毫无用处。没想到你竟做到这种地步。我可没喝什么药，糊弄鬼呢！太上长老在闭死关，真正的崔小姐不知所踪，解决掉你这个假货，我就是唯一的崔小姐了。门主，赶紧杀了他！不来一趟，还没发现我当初救的是2个白眼狼。
崔夫人，饶命啊！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仙人。崔小夏那个村姑竟敢如此对我，我可是她未婚夫。当初她那个村妇娘留下的法宝也被她抢走了，可恨！不知道她娘还有没有别的法宝？亲家，哎，是小夏她娘啊，怎么大老远来了？我们来看望女儿，小夏在哪儿？小夏有事出去了，你们要不歇一晚上？等晚上下完毒，就洗劫你们的法宝。小小凡人也敢下毒？陆剑，当初要不是看你资质还行，人也善良，我怎么会把小夏许给你？我要早知道你们是仙人，也不敢这样对她呀！别废话了，小夏在哪里？他救了金元宗宗主一命，还测出混沌武灵根，现在应该还在金元宗。金元宗。我们小夏可不止武灵根，还有一道气运灵根，修炼速度是普通武灵根的10万倍。我们小夏可不止武灵根，还有一道气运灵根，修炼速度是普通武灵根的10万倍。什么？小夏甚至不用特意修炼，吃饭睡觉都能自动飞升。我竟然错过了这等极品道侣！走吧，去金元宗。太上长老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归元门的弟子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是门主的信。怎么了？小夏在归元门？什么？那咱岂不是白跑一趟？哎呀，赶紧回去吧。去杀了这个冒牌货。遵命。宗主救命啊！你当真要动手？本门主乃洞虚修为，你不过小小元婴，也敢螳臂当车？希望你别后悔。你不过小小元婴，也敢螳臂当车？希望你别后悔。这可使不得。崔姑娘，我相信你。我不相信我自己啊！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？这村姑连修为都没有，既然你要先死一步，门主上。对付他，哪里用得着出剑？大哥有话好好说。怎么回事？本门主乃洞虚境界，竟3番5次被村姑躲过。磨磨蹭蹭作甚？你这门主怎么当的？我还不杀了这贱人！不然我回去就让我爹废掉你的职位。哦，本座倒不知你这冒牌货哪来的爹。你祖坟里的亲爹知道了，不会气得爬起来吗？杀了他！把这对狗男女都杀了！都杀了！连太上长老都敢侮辱，找死！哎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本门主活了5000岁，堂堂洞虚尊者，竟被一招打败。
我就知道，还好我躲得远。不行，得再远点儿。这一幕也好熟悉，为什么要说演？哼，废物，连个村姑都打不过。抱歉，还不赶紧起来？难不成让本小姐服？是崔小姐，村姑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力量？说不定是什么邪魔外道。原来如此，说，你们处心积虑冒充崔小姐，是不是想潜入龟原门作恶？等等等等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玩接龙吗？大姐说话要讲证据，你不要一直扣帽子。你叫我大姐？还有你，还门主呢？别人说啥就是啥，你没主见吗？你没脑子吗？本小姐命令你杀了他！喂，伶牙俐齿，果然是魔道。宗主，他们不讲道理。没事，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崔姑娘的身份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果真没有死。本门主不跟邪魔废话，你们有点本事不错，但躲得过这个吗？这是太上长老的东西，任你有些伎俩，在渡劫大能面前也是蝼蚁。崔姑娘虽然修为高深，但绝不可能有渡劫起。这石头怎么像家里垫桌脚的那块？贱人，这回看你还怎么逃！雾山大阵，飞！崔姑娘小心！毫发无伤，怎么可能？感情是个银样鹿枪头啊！太上长老明明说过能灭杀渡劫以下的任何人，难道崔姑娘已经渡劫了？别人几万年渡劫，她才20岁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这垃圾绝不可能是我爹给的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崔小姐，这是太上长老亲自交给我的宝物，你身为他们的女儿，难道不知道吗？爹娘还在闭关，我就出去了，怎么知道？也对。门主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在执迷不悟。本座最后说一次，崔姑娘才是太上长老的千金。贱人！别说了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哼，你以为本门主会信？乖女儿，太好了，太上长老终于回来了。你们是太上长老？太上长老，求您为崔小姐做主啊！这两个邪魔不仅冒充崔小姐，还对她多加辱骂。哦，他先是伪造混沌符，还造假造出个6灵根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别说了，崔小姐，你放心，太上长老定能为你主持公道。你确定？人家亲生父母都在这儿，你还敢如此嚣张？叫你别说了。亲生父母？不错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破了护山大阵，在渡劫大能面前也只是垂死挣扎。太上长老，小辈斗胆求您出手，杀了这个假货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蠢货！你知不知道小夏才是我女儿？这个假货只是以前伺候过小夏的杂役。什么？长老，我不
知道她是真的崔小姐，还以为她也是假冒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别杀我！想死？没那么简单。敢伤害我女儿，我已经毁掉你的经脉，你将受尽折磨而死。还有你，革去门主一职。太上长老，猪脑子当什么门主？罚你抄1000年经书，长长智商吧。是。娘，爹，你们不是普通人吗？那个小夏，听娘狡辩啊，不，解释。娘，你们一直在骗我。这个嘛，都怪你爹，他为了好玩，非要在你小时候扮演什么凡人。但一眼是20年，你们的一眨眼，我的一辈子。对不起，乖女儿，爹娘再也不敢了。哼，你们还骗我嫁给一个白眼狼。这个爹娘就要飞升了，只能匆匆挑选女婿，就想起当初救过的飞升。飞升，你们要离开？对。小夏，这位金元宗的小赵也不错嘛。宗主确实很好，一直保护我。伯父伯母好。好小子。小夏，要不你们成婚得了？娘。哎呦，那这婚事就这么定了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你们从出生起就替我做决定，从没问过我的意见。让我做村姑就做村姑，让我嫁人就嫁人，凭什么呢？对不起。第2次安排我嫁人，我应该可以拒绝吧？对不起，娘只是怕你孤单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不会孤单。你们飞升吧。娘，别丢下我，我不敢说气话。傻孩子，再过10年，你也会飞升。爹，娘。崔姑娘，3日后和本座举行道侣大会，不得迟到。崔姑娘，本座心悦你许久，你可愿与我成婚？崔姑娘，干什么呢？神神叨叨的。本座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晚点说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你家？过来。这是以前爹教我做的小蜻蜓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威力堪比神器。还有这个，娘教我刺绣，我总学不会，浪费了200张手帕才绣好1张。栩栩如生，这布料也是传说能抵雷劫的极品云锦。死嘴，你就不能别管细节吗？抱歉。送给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送你点礼物怎么啦？你要飞升？
恭喜啊，崔姑娘修为大成，还能和太上长老团聚。对了，这个副盟主的身份玉佩还你，我飞升后就没用了。谁说没用？到时候你可以抵物私人。糟糕，我感觉现在就要飞升了。崔姑娘，我心悦你，你愿意等我飞升后嫁给我吗？那要多久1万年。我去，那么久！逗你的，最多1000年。我答